这是唯一一部把诅咒传给观众的电影，看过的人都直呼晦气。这也恰恰说明了此片的恐怖程度，生怕那害人的诅咒真的从电影里传了出来。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也让整个故事显得更加真实。此解说尽量还原原作的惊悚之处，建议心理承受能力小的朋友直接划走。这是个2男1女的作死小队，也是个专门拍摄灵异事件的自媒体博主。戴眼镜的这个叫阿元，开车的这个叫阿东，而这个女人则是阿东的女朋友若男。3人还给组合取了一个炸裂的名字，叫破鬼特工。阿东和阿元在同一个偏僻的山村长大，从小就听说村子里有一个禁忌，后山有一条绝对不能闯入的隧道，否则就会被诅咒。于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，他们准备秘密潜入进行拍摄。可刚到村口，轮胎就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。下车一看，竟然是一个石像。阿东说这可能就是隧道里祭拜的佛母石像。阿元听后立马开始拍摄记录。可就在这时，若男忽然呕吐了起来，两人见状就像看到了绝佳的素材，边拍还边说着诅咒来得真快。阿元这样还可以理解，但阿东你小子自己干过什么？心里就一点数都没有吗？很快3人便来到了村子，村民纷纷做出了一种奇怪的手势。接着2个舅舅出现，质问阿东他们怎么带了个外人回来，还说祭祀期间村子是禁止外人进入的。阿元见状立马解释说若男不是外人，是阿东的女朋友。舅舅听后立马和一个婆婆商量着什么，接着婆婆看了一眼若男的手相，然后就把3人带进了村子。刚进来就看到一个大叔正往一个小女孩身上画着看不懂的符文。按照习俗，3人需要祭拜佛母，还要把名字献祭。3人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仪式。一个小女孩上前摸了摸若男的肚子，旁边的婆婆接着说道：若男肚中的孩子有了名字后也要献祭给佛母。若男听后大惊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这婆婆是怎么知道的？虽然感觉很邪乎，但破鬼小分队坚持相信科学，便没有当回事。深夜3人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，准备偷拍一下村民们的祭拜仪式。可刚架好摄影机，那个小女孩就发现了他们，但她并没有声张，反而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只不过她只让若男一人进去，被关在门外的2人只好透过门缝偷拍。若男打量着四周的一切，发现这里有许多脸朝里的佛像，墙上还画着类似佛母的图案，只不过佛母的脸好像在滴血。忽然小女孩拿出了一个盒子，里面装了3只蛤蟆。小女孩扯下若男的一撮头发，让他喂给蛤蟆吃。若男一脸蒙圈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没想到蛤蟆真的将他的头发给吃了。接着若男发现女孩的耳朵少了一块，女孩解释说自己是被佛母选中之人，只有用自己的肉祭拜佛母，才能保佑村子太平。若男又是一脸蒙圈。忽然一阵异响传来，桌上的佛像全都转过了头来。小女孩急忙压下若男的头，嘴里还不停地念着咒语。很快他们就被村民们发现，舅舅把3人锁在房内，要求他们明天一早赶紧走人。可舅舅刚离开，他们就又撬开了房门，继续他们的作死大业。半路上撞见了村民们的祭拜队伍。等队伍离开后，3人沿着祭拜路线进行探索，最后在祭坛上发现了刚才的那个小女孩，脸上画满了皱纹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若男和阿东想要送女孩去医院，可阿元却非要完成拍摄，于是一脚踹烂了祭坛上的木门。接着就看到了一条诡异的隧道，里面貌似还有婴儿的哭声传出。为了一探究竟，阿东和阿元决定进入隧道查看，让若男在洞口看着小女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若男忽然感觉肚子有点疼，而且还在不断加剧，慢慢的就要撑不住了。忽然一低头，自己的裤子早已被血水浸透。接着阿元竟大叫着从隧道里爬了出来。这个3人作死小队为了破除封建迷信，闯入了一条禁忌的隧道。没多久，阿元就大叫着爬了出来。不等若男反应过来，他就发疯似的跑掉了。接着，村民们从隧道里搬出了阿东的尸体。若男看到洞口的摄像机后，便上前去捡，可醒来的小女孩却拼命阻止，说隧道里的任何东西只要看一眼就会被诅咒。可若男哪里听得进去，拿着摄像机就跑回了村子。结果就看到村民们正在焚烧一具尸体，不用想，一定是阿东的。阿东就这么没了。若男慌张地转过头，结果又看到了疯疯癫癫的阿元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阿元就疯狂地扑向他，将他按到地上撕咬着。可咬着咬着，他的牙齿竟诡异地脱落。接着他又发疯似的跑进了一间房内，而门的一旁正站着一群浑身写满符文的男人，当然那个老婆婆也在。若男被吓得疯狂逃窜，再一抬头发现阿东又被挂在了一根电线杆上。接着一声巨响，阿元不知从哪摔了下来，当场归西。最终若男逃出了村子，但他的父母也因看了摄像机里的内容先后发生车祸死去，甚至后来他到警局报案，2个看了视频的警察第2天也在警局引弹自杀。接二连三的刺激让若男整个人都变得疯癫了许多。医生诊断他是患上了精神病。不久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但因为他的状况只能交给福利院抚养。很快时间来到6年后，若男也好像恢复了正常，而且开始在网上直播分享自己的经历。为了祈求平安，还教大家念那句咒语。今天是他接女儿回家的日子，他新买了一台摄影机，准备记录女儿的新生活。在福利院里，他见到了女儿朵朵，福利院的员工正在照顾她，2人的关系非常好。朵朵一直都叫他爸爸，虽然非常舍不得，养父还是让若男带走了朵朵。可回到家的第1天就发生了怪事，女儿忽然像着了魔似的大叫，然后隔空关上了房门。若男进来发现她正蒙着被子哭叫。第2天在幼儿园里，女儿又咬伤了其他小朋友。若男到幼儿园接回女儿，可刚到家门口，物业就找上门来，说若男在天台摆的祭坛惹得邻居们非常不满。若男随手将摄像机交给朵朵，然后就和物业解释了起来。殊不知此时的朵朵好像受到什么召唤来到了天台，然后搬来一把凳子，爬上护
墙直接跳了下去，可没一会儿又拿着把刀爬了上来。接着他缓缓走向一扇铁门，用刀割断绳子。原来这里正是若男摆的祭坛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朵朵竟在里面念起了那段咒语。这时若男终于赶了过来，只不过朵朵已经看了当时那个摄像机里的内容，开始变得诡异至极。若男带她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却被诊断出脑萎缩，很有可能引起下半身瘫痪。法院也因此收回了朵朵的抚养权。可在福利院的时候，他又忽然感觉这不是办法，毕竟朵朵应该已经被诅咒了，于是他就准备偷偷带走朵朵，想办法解除诅咒。可朵朵非要带上他的玩具。就在若男回去拿玩具的时候，养父看到了车里的朵朵，朵朵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车门。等若男回来时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发现他抱走了朵朵。好在养父不忍看他们母女就此分开，带着他们逃走。养父听说了若男6年前的遭遇后，带着他们找到了一对法师夫妻。老头对摄像机进行了封印，并喂给朵朵一片叶子。阿婆则叮嘱若男，摄像机蕴含的魔力非常巨大，他们夫妻俩会尽力解除朵朵身上的诅咒。接下来的7天里不能让她吃任何东西，连水也不能喝。7天过后再带朵朵来做一次法，应该就能顺利解除诅咒。可7天不吃不喝，一个孩子能承受吗？阿婆则表示撑不了也得撑。他们夫妻也算是赌上了性命，如果朵朵吃了东西，他们俩也会遭到反噬。若男只好答应，可很快就发生了意外，女儿生病了，诊所说空腹不能输液，于是若男就给她吃了一点凤梨。可就在输液时，女儿的身体就开始腐烂。若男只好带着她再次找到那对法师，可一进门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老头，而阿婆则站在角落里抽搐着，嘴上还抱怨若男为什么要给女儿吃东西。不等他回答，阿婆就扑了过来。这个女孩受到了诅咒，身体仿佛被控制了一样飘在半空，忽然又狠狠地砸在了地上。若男急忙将女儿送去医院，抢救时她还在不停地念那句咒语。另一边，养父带走了那个摄像机，他患有不育症，所以早就把朵朵当成亲生女儿。为了帮她解除诅咒，他就也看了隧道里面的视频。当年阿东和阿元进入隧道后，发现了一个小型祭坛，符上写着祸福相依。忽然深处又传来了声音，他们顺着声音找去，一路上发现了许多镜子，最后有一面貌似挡住了去路，两人便将镜子搬开，结果又发现了一座佛像，前面还摆着几撮头发，而那个佛像的脸还被一块布给盖住，上面还写着生死有名4个字。阿东没忍住好奇，掀开了盖布，可当他看到佛像真容的那一刻，忽然就蹲下吃起了那些头发。接着隧道里就发生了晃动，所有的镜子都倒地碎裂，阿元被镜子砸中。等晃动过后，他四处寻找阿东，最后在一个角落发现了诡异的阿东，喊了2声也没有回应。忽然他就不停地用头撞墙，下一秒就转身扑向了阿元。阿元拼命挣脱，最终逃出了隧道。看过视频的养父没多久就感到身体非常不适，牙齿一拔就掉，他怀疑诅咒是真的。随后他又看了其他的一些视频，发现了一个扭曲的符号。在网友的帮助下，打听到了一个能够破解这个符号的高僧。在云南有一个密宗的避世和尚，是世上仅存的几个可以翻译符号的人。于是他就飞往云南请教，这才得知那个符号代表的是大黑佛母，是恶意之神。而那句火佛修一心萨摩摩的咒语，其实是经过篡改的毒咒，意思就是将诅咒传播出去，以此来化解或者减轻诅咒。看来村子里的人所做的祭祀都是为了减轻自身的诅咒。可回来后，养父刚把和尚的视频发给若男，就着了魔似的不停地用头撞向桌面，直至死亡。而另一边的若男收到视频后，也终于知道了自己一直都是在传播诅咒，正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医院里的朵朵竟偷偷趁着医生们不注意跑了出去，一路找到了一个半身赤裸的女孩，直到第2天早晨，两人才被发现送去了医院。而那个女孩正是6年前若男在村庄里见过的女孩。看着满身符文的她好像明白了佛母是选中朵朵为这个女孩的继承人，以后要靠朵朵的肉来喂养佛母。那一刻她下定了决心，于是割掉女孩的另一只耳朵，然后回到家继续直播，继续给观众看那个符号，继续教大家念那句咒语。原来她在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见过云南和尚，也知道村里祭拜的是大黑佛母。为了解除诅咒，她一直在试图通过直播将诅咒传播出去，包括正在看电影的你。最后她在身上写满符文，再次来到了那个隧道。为了女儿，她准备直播佛母的真容。只见她将自己的眼睛蒙上，然后缓缓掀开了盖布。现在你有几秒钟的考虑时间，害怕被诅咒的抓紧划走。佛母的真容被直播了出去，可这样真的就能减轻或者化解他和女儿的诅咒吗？显然不是。只见若男也像着了魔似的撞向桌面，一下一下直到死亡。显然诅咒可以传播是真的，但减轻或者化解却是无稽之谈。所以若云是得到了惩罚，可无辜的我们会不会真的被诅咒了呢？